您好，这儿是静姐说话。今天咱们来说肝养根，湿养叶。这句话是花友之前留言问我的，这又要干又要湿的，还挺矛盾的。该怎么理解这句话呢？如果这句话是错的，我们放下不理就好了。如果这句话是对的，该怎么实现又湿又干呢？接下来我们就来说怎么理解这句话，以及有哪些注意事项和具体实现的一些方法。先说湿养叶，这个特别好理解。如果有观察过淋过雨之后的植物的叶子，就会发现雨后的植物特别的精神，尤其是那些叶子。蝴蝶兰的原产地是在多雨潮湿的热带雨林，它的叶子更加喜欢湿润的环境了。所以湿养叶的意思就是让叶片处在一个比较湿润的环境当中，叶片会非常的精神，长得会更好一些。前段时间的悉尼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下雨，空气连续很多天特别的干。看这片叶子吧，就在那段时间出现了一条裂缝。在那段时间，所有的蝴蝶兰的叶片都明显的能够看出来不太精神，而最近这些天连续阴天下雨，叶子们立马都精神了。给叶子提供一个湿润的环境，具体怎么实现呢？如果居住地的自然环境本身就比较湿润，这是最理想的，我们什么也不用做就行了。蝴蝶兰对环境湿度的要求大概在60%到80%之间就行，具体的湿度还要看温度，温度越高最好湿度也越大一点。如果自然环境的湿度达不到这个要求，就只能依靠人工补足了。有条件的可以搭一个浪花房，就像兰园那样。没有条件搭建专门的花房，也可以通过喷水，在附近加水盘，或者用空气加湿器等等的方法提高空气的湿度。增湿呢，刚才说到了喷水，喷水是可以喷在空气当中，也可以喷在叶片上。如果是喷在空气当中还好，一天24小时随时都可以喷。如果是喷在叶片上，最好是白天喷。到夜幕降临的时候，叶片最好保持比较干爽。晚上或者说夜里不喷水的主要原因是，蝴蝶兰叶片上的气孔是在晚上打开。至于说蝴蝶兰叶片上的气孔为什么是晚上打开，主要是为了节水，这是长期氧化的结果。关于这一点我们就不展开讲了，我们只需要记得它的气孔是晚上打开，或者说夜里打开。气孔打开之后，除了空气、水汽进出方便了，细菌进出也方便了。如果叶片湿哒哒的，细菌不是进去的就更方便了吗？同时叶片上的水呢，还会影响到气孔的开合，有可能造成气孔打不开，或者是打开不充分。打不开，这细菌不就进不去了吗？可是它有用的物质也进不去了呀，就像我们的鼻孔必须是得开着的，不开着我们不得憋死了吗？所以晚上尽量不给叶片喷水，一方面的考量是说病菌可能乘虚而入，另外一个是要保证它的气孔开合正常。当然了，蝴蝶兰的植株知道自己的气孔晚上要打开，它自然也会有一些保护措施，也不是说气孔一开病菌呼啦一下子都进去了，倒也不至于。所以如果确实有需要，偶尔在晚上或者夜间喷了一下，也不至于立马就要了命。就比如养在户外，夜里也是有可能下雨。为了应对这一点，蝴蝶兰其实也挺聪明，它的气孔吧，主要就是在叶子的背面。所以如果晚上实在忍不住想喷一下水，也尽量避开背面，可以喷在正面。
但喷在正面也有一个问题，千万别让水都流到叶心儿，叶心儿积水就很容易导致叶心儿腐烂。尤其是养在家里室内的蝴蝶兰，通常晚上我们可能关上窗户睡觉了，叶心儿的积水呢不容易干，就容易出问题。总结一下，如果通过给叶片喷水的方式增湿，注意2点，一个是尽量白天喷，第二个是注意叶心儿不要积水，尤其是要注意在通风不畅的环境下长时间叶心儿积水。以上说的是湿养叶，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干养根。我猜想总结出干养根这个说法，主要是考虑到根的表面在干爽的情况下不容易腐烂，而养兰新手最容易碰到的问题就是烂根，造成烂根的最大原因莫过于给水过多了，而防止烂根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间隔性的让根的表面干爽一下。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，干养根这一条总结的就特别好。但是接下来我要说但是了，蝴蝶兰的根儿和叶在原生环境，它们周围的环境是一样的，甚至它们的功能都有重叠，比方说都能进行光合作用。为什么它们对干湿的要求这么不同呢？难道在热带雨林下雨的时候，雨点只打在叶子上，不会浇到根上？按道理说，根是抱在树干上的，树皮也会吸一些水，应该比叶子干的还更慢一些才对。意思也就是说，自然环境下根部比叶子应该更湿，甚至湿的时间更长。因此说呢，蝴蝶兰的根儿喜欢的湿度环境应该跟叶子差不多才更合理一些。所以如果您的蝴蝶兰养殖的方式是让根和叶处在差不多的环境，比方说板植、树植，也就是绑在树干上这种，那就不需要区分湿养叶、干养根，根和叶都需要湿养。但如果养殖的方式是埋到了植料里面，即便是选择世界上最疏松透气的植料，也不如完全裸露在空气当中更通风透气。也就是说，埋在植料里面的根的环境没有叶子通风透气，因此根部的给水自然就不能像叶子给水那样可以随便喷水。根部因为有植料，给过水之后呢，会在一段时间之内保持湿润，这是根儿所需要的，也是我们为什么要使用植料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。但是当我们使用植料给根部提供湿润环境的同时，也就带来一个细菌容易滋生的问题。所以呢，为了防止细菌的过度滋生，我们需要间隔性的让植料和根都干一下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给水要干湿交替。不过防止细菌过度滋生倒不是干湿交替的唯一原因，另外一个原因呢，根处在干湿交替的环境才更有利于激发它的生机，也就是让它更有危机感，它才会拼命的存储。这可能也是很多人用饥饿的方式减肥，越减越肥的原因之一吧。另外还有一个例子，如果你有长时间的做过水培，而且水培的时候呢又很少干根，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一个现象，根儿有可能越来越少，或者说越来越细。就是因为那些根长时间的过于养尊处优了，缺少了危机感。其实通常刚开始水培的时候，新长的根还是胖胖的很可爱的，因为那会儿的危机感还在。时间长了，他可能就觉得永远这么充足啊，我干嘛那么费力去存呢？慢慢的就变懒了。这点应该也是有人会说用水培法养殖蝴蝶兰越养越差，植株越弱的原因之一吧。
所以呢，蝴蝶兰的根每隔一段时间让它的表皮干一下，对于根儿生长良好、不烂根都是很重要的。这其实不论哪种养护方式都是必要的，尤其是使用质料养殖的方式，定期让根表面变干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而那些养殖方式能够让根裸露在空气当中的，并不会特别强调要去干根，是因为这些方式本身根就一定会间隔性的干爽，再加上空气又特别透气，所以像板植啊、水汽法呀等等的，就没有特别强调去干根。治疗盆栽的需要着重强调定期干根，也可以说不定期。干湿交替的间隔也可以很没有规律，就像自然界下雨一样，只需要每隔一段时间让它干一下，给水呢干湿交替就可以了。简单总结一下，蝴蝶兰的根和叶都喜欢湿润的环境，但根的表面定期干爽呢，对根的生长是非常有利的。所以湿养叶是说蝴蝶兰的叶子非常喜欢湿润的环境，我们尽量给它湿润的环境。干养根指的是根部定期干爽，不要一直处在湿润的环境当中。这就是根据我的经验对干养根湿养叶这句话的理解。所以到这儿就要说再见了，咱们下期再见。